家里拆迁分了3套房，婆婆煞有介事的将我们叫到一起分财产，1套我们养老，1套给我小儿子，1套给我大儿子。至于你，婆婆甩给我一纸离婚协议书，赶紧从我家滚蛋！我连滚带爬的拿起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家傻逼看错了，拆迁小区名都不知道，拆迁的分明是我名下的那套房子。永红小区要拆迁的消息在业主间炸开了锅，拆到的每一户不止补偿3套房，还能拿到1000多万的拆迁费。我高兴的给老公打去电话，想告诉他，一直想买的那辆车或许有着落了，却不想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只见禽兽不咸不淡的说：“那是我爸妈的钱，轮不到你做主。”我一脸问号。永红小区的房子明明是我爸留给我的，怎么就成了他爸妈的钱了？不明所以的我又给婆婆打去电话，但她的口气却和她儿子如出一辙。你还惦记上我们家的财产了，你也配？我眨眨眼行，破案了。原来他们以为要拆迁的是他们现在住的永红小区，但此红非彼红啊！我笑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赶紧驱车回家拿房本。但我刚到家，就听见禽兽的弟弟秦健在打电话。放心吧，哥，不就是你俩的婚前协议吗？我已经找到了，什么所有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让他做梦去吧。婚前协议毁得好啊，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跟禽兽签的协议，许诺所有财产夫妻共有。但婚后我才发现，他名下没有1毛钱，唯一财产就是那个破2居，里面还住了4口人，而他骗我写协议就是惦记我名下那套爸爸留给我的房产。这不，前一阵婆婆一家就杀过来，说要用我的房子给秦健娶媳妇，我直接就拒绝了，然后这一家子就把我给记恨上了。现在他们以为拆迁的是自己，狗尾巴翘上了天。这要是知道拆迁的是我，还不得让我领盒饭啊！我偷偷躲在墙后录下视频，直到秦健走了，我才从厨房吊顶里拿出我的房本。因为秦家只有我一个外人，所以这一家子必不能让我消停。因此今晚我准备住我妈家，而我妈去瑞士度假去了。家里只有我上大学的妹妹，妹妹是我妈在婚后生的，我们的感情一直都还可以。她听完我的遭遇后，差点没直接啐我脸上。咱家不缺房子不缺地，经济自由的小家碧玉你不当，非要跟个穷光蛋玩什么蠢案？你信不信，要是没有拆迁这件事，他们估计能干出先给你投大额保单，再让你意外领盒饭，来实现经济自由的事。我被妹妹骂得抬不起头。这不是禽兽眼睛长得有点像我爸吗？我爸在我小学的时候就走了，我缺爱。妹妹一把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缺爱，走去酒吧摸几套腹肌，你就发现你啥也不缺了。就是非要搞什么贤妻人设，我真是脑袋秀逗了。从酒吧喜滋滋的回家后，却发现秦家4口正整齐的坐在客厅里。见我回来了，这张脸上的喜色全部换成了鄙夷。只见禽兽瞥我一眼，如烟，昨天你为什么没回家？说的好像你回家了一样，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凭什么指责我？禽兽耷拉着一张脸，我们能一样吗？我是男人，有应酬是正常的。我直接冷笑一声，谁知道你是不是真应酬？够了，柳如烟，你这样的泼妇根本不配做我秦家的媳妇。我满头问号。老爷子，你媳妇可比我泼多了，她年轻的时候都不让婆婆上桌，我这至少还让婆婆进门蹭吃蹭喝呢。众人的眼睛瞬间落在了婆婆手里的燕窝上，婆婆脸上有点尴尬，但她又舍不得这好东西，就忙大口吞咽完了，然后一抹嘴不说人话。我可没有亲家那么好命，2家都能找个好人家，整天燕窝鲍鱼的。我张嘴就顶。小叔子，你看见了吗？妈觉得你没用，让她天天吃糠咽菜。说来妈也真是命苦，嫁的不行，生的也不咋样，连燕窝都得吃儿媳妇的。秦健到底年轻，直接让我气绿了脸。这一家4口没在我身上讨到便宜后，终于开始说正事了。只见公公咳了一声，现在外面都传永红小区马上要拆迁了，今天咱们聚在一起，就是先扎一把预防针。婆婆则拿眼斜着我，我和你爸商量好了，80平米内的能分3套房，1套我们养老，1套给我小儿子，1套给我大儿子。至于你，他甩下一纸离婚协议书，赶紧从我家滚蛋！我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我结婚才2年，为什么要离婚？婆婆得意极了，还为什么？当时健健要结婚用你的房子你不肯，现在我们家发达了，你也别想沾一点。我觉得哪里有点不对，旧房子是老两口的财产，就算真在他们小区拆迁，这3套房也是拆给老两口的。秦健今年大4，交了个条件还不错的女朋友，人家提出婚前秦健名下必须有房，老两口给他1套还算正常。但禽兽又不着急结婚，老两口防着我大可以暂时保管着要分给禽兽的房子，直到我们离婚再给他。这时我瞟到了禽兽倒扣在桌面上的手机，隐约能看见手机屏一闪一闪的，再结合最近禽兽的表现，我猜他或许出轨了，那个3可能等不及了。
前一阵子我带项目出差了半个多月，回来后我发现我妈放在我家寄养的小狗见到年轻女孩就追上去摇尾巴吐舌头。我以前还没觉得是事，但昨天妹妹给我看一个连麦训狗的剪辑，同样的情况，主播斩钉截铁地告诉小姐姐，你对象带狗去搞过破鞋，那破鞋还给她买过好吃的。现在想起来，我只觉得脚底熬一下就通电了，一会我就去调一下监控，没准还能找到证据呢。见我沉默，禽兽说话了。如烟，你知道的，我是长子，身上有很大的责任。你这样自私，是胜任不了我的妻子的。咱们好聚好散吧。我直接就翻了个白眼，然后翻了翻离婚协议。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公司给我配的公寓，凭什么我要分给你一半？这属于你的婚后财产，自然是要分的。我无语了。谁告诉你这是我的财产啊？这公寓是公司借给我住的，不是给我的财产。咱俩离婚了，该滚的是你。禽兽傻眼了。做到高管，公司不都是给分房的吗？我忘了你就是个业务经理，我们这个圈层的事你不懂，等个10年20年或者下辈子，你投个好胎坐上高管试试你就知道了。看着禽兽气得说不出话，我就又指向下一条。你我的工资一向都各花各的，这2年也没有共同积蓄，你凭什么主张跟我要25万？你是高管，年薪30万，我个月工资5000，工资是婚后财产，当然要平分。天啊，这钱都让这家子算绝了，合着我结婚这2年不吃不喝不花钱是吧？我直接摊手，我没钱。1年那么多钱，怎么可能1分没攒下？你妈刚刚吃的燕窝3万1两，我拿什么攒？要不你让你妈现在吐出来。这一家人面面相觑的算来算去，发现占不着我一点便宜，他们就又想到了我婚前爸爸给我留下的那套房子，我直接冷笑出声。禽兽，你这人也太不要脸了！你要拆迁的房子不想分给我，却想霸占我的房子。当时我们商量好的，那怎么能算你的房子？明明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哟，那房本上有你的名字吗？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是你一直拖着不加上我的名字，我有婚前协议，告到法院去你也不能赢。那咱们就告呗，反正我不着急，是你要离婚，又不是我要离婚，咱们看谁耗得过谁。禽兽想跟我较真，但秦剑却小声跟他耳语：哥，娇儿姐那边等不及了。我的耳朵动了动，娟儿就是那3的名字吧？等不及难不成是怀了？但禽兽怎么能有孩子呢？他的体检报告还在我车里，明显数量质量都不行啊。这时婆婆也说，柳如烟家原来住永兴路那地，天的都找不着，咱们就要在市中心有房了。儿子他那破房子要不要无所谓，咱们老秦家的根要紧。禽兽权衡半天，最后咬牙跺脚。行，你那套房子我不要了，你这么能花钱，房子在你手也得被你败光，我以后可不想分你的欠账，赶紧签字吧。但我却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你的账是算明白了，但我的账还没算呢。你的账是算明白了，但我的账还没算呢。我笑眯眯的，这么多年，我的钱全炫到了嘴里，你跟着也吃了不少，这我就不跟你算了，就当请你了。毕竟你家务活干得不错，我就是雇个保姆也不见得有你这么核心。但谈恋爱时给你转账的大额红包，婚后给你买的手表，你这些得还给我。你在婚姻存续期内给你妈买的金镯子、金首饰都要退还给我一半，要是差我一个字，我可不签字。婆婆破防了，那是我儿子孝顺给我的，凭什么要分给你一半？我摇摇手指 No no no， 老太太，这是你儿子拿着我们的婚后财产孝敬给你的，我自然有权追回。婆婆的眼里几乎要瞪出火来。那你给你妈买的呢？是不是也分给我儿子一半？我闻言似笑非笑地看着禽兽。来，禽兽，你说说这些年我给我妈买什么了？禽兽的脸色青白交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宝儿，你说呀，你不说你挣钱了吗？这些年你给如烟妈买的东西一条条的都列出来。我笑了。老太太，她不敢说，她身上穿的大牌全是我妈买的，这2年她在我家吃的一直都是软饭。禽兽恼了。刘如烟，你够了。我耸耸肩，我说的有错吗？谁都知道我妈二婚找了个大款，老太太你刚刚吃的燕窝甚至都是我妈买的。从我们谈恋爱开始，禽兽拿过去的仨瓜俩枣，我妈从来就没看上过。婆婆震惊地看向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气氛直接僵在这里了。婆婆震惊地看向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气氛直接僵在这里了。我态度坚决，如果不按我提的要求来写离婚协议，我就不签字，再逼我就报警。禽兽被逼无奈，只能将钱当着我的面算清楚了。最后他们一家4口凑了半天，才将这10几万凑够给我。看着他们的脸，我只觉得异常爽快。本来这一家打算占我便宜，将我家搬的只剩4面承重墙呢，但现在却倒赔了10几万，这绝对够他们火大1个星期的了。转完账后，我就将这一家4口都赶了出去。
婆婆出门时愤恨地瞪着我，你等着，我们家就要是拆迁户了。研究生部有个小姑娘一直喜欢我儿子，这次我绝对不会让她再娶一个你这样飞扬跋扈的女人。连句话都懒得跟她说，只拿眼神示意她赶紧滚。第二天，我们就带着户口本、身份证和结婚证去了民政局，喜提离婚冷静期30天。但到了第27天的时候，官方通知下来了，婆婆一家子瞬间傻了眼。禽兽则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如烟，是我糊涂，这个婚咱们不离了。我那天也是让我妈挑唆的，一时昏了头，你别生我气。彼时我正在腹肌小哥哥的直播间疯狂打赏呢。禽兽看着那一堆一堆的跑车、机器人特效，敢怒不敢言。如烟，你别跟我妈一般见识，再给我一个机会，咱们还像以前那样，我家务全包，还每天伺候你洗脚。我一想可以啊，正好我想把这个房子里里外外大扫除一遍呢。他既然这么想干，我为什么不成全了他？禽兽向来会表现，只见他挽起袖子就开始干，直到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他还进厨房给我炒了4个菜。在他围着厨房忙活时，我悄悄打开了他的手机，只见他的手机里设置了多层密码，甚至谨慎到不输入指纹，就生怕自己睡着了喝醉了我拿他的手解锁偷看。但他没想到我早就在家里装了监控，他的密码我早已了然于心。我悄悄地翻出了他跟小三的聊天记录，然后就发现他们竟在密谋犯法。只见他和小三的聊天记录里，试图让我领盒饭的界面赫然在列。再等等，他狂不了多长时间了，等分完房产，我一定让他领盒饭。哥哥好棒，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带我吃香的喝辣的。我伪装成禽兽，明天我就弄点毒药来，看我疼不死他。哥哥，你不是说你要给他投高额保险，3个月后带他去爬山吗？你这样的话会起疑心吧？我一听，原来禽兽让我领盒饭的计划都已经拟定好了，真有毒啊！我赶紧回他，但我心里总是不甘，他压我这么多年，我不想给他个痛快。可你景区的票都订了，推他的人你也付了定金了，作为暗号的帽子和衣服我也下单了。要是顺利的话，我们一定能在拆迁房下来前结婚，你儿子可等不住了。我的天哪，这俩人到底懂不懂法？我的第一继承人还有我妈呢，他们想把拆迁的房子都拿到手，不可能啊！难不成他还想把我妈杀了？我赶紧回，这个女人仗着他妈嫁了个大款，就瞧不起我们，你不知道我有多恨她吗？和她一样狗眼看人低。那边发来一个摸摸头的表情包。你不是已经把他妈车库里的刹车线都弄松了吗？快别生气了。我又套了几句话，就将这些聊天记录都拍了下来，发给了妹妹，让她去地下车库检查一下。然后我又将这些对话内容一条一条的删了，把禽兽的手机放回了原位。10分钟后，妹妹回复说，家里3辆车的刹车线都被弄松了，还有一边轮胎也被故意放了气。这都不光是冲我妈去了，是想让我妈一家人都去 CTR。这都不光是冲我妈去了，是想让我妈一家人都去 CTR。于是我替禽兽选择了生不如死，我将计划发给妹妹，她回复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我就又躺回了沙发上继续刷我的男模。半小时后，禽兽热情地叫我起来吃饭。我当然不敢吃禽兽给我做的饭菜了，毕竟谁知道它里面有没有毒啊！所以在禽兽将那4菜1汤端上来后，我装作玩手机入迷的样子，并不动弹。禽兽无奈，只能压住怒火哄我。而就在这时，我妹妹来了，禽兽立刻就没了好脸色，因为妹妹的条件比我还好。禽兽曾撺掇秦剑追过她，但妹妹的嘴比我更毒，把她一家子从上到下狠狠地嘲笑了一番。所以秦家2兄弟看她一直都不顺眼，每次见到妹妹都会冷嘲热讽。但这回他还没有开口，妹妹一句话就让他生生将不满全咽了回去。只见妹妹一进门就指着我骄横地说，柳如烟，我妈和你爸当时在永红社区一共拥有2套房子，6个铺面，3块地皮，按照这次拆迁政策能分出来多少东西你都想独吞啊？我也嚷了起来，你也知道这是我爸我妈的东西，怎么叫我独吞？这本来就是我的。什么是你的？这里边有妈妈1套房子，3个铺面和1块半的地皮，咱俩都是她的女儿，自然我也要拿走1半。就算给我1/4，你也算1元户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竟然还敢给妈妈打电话，叫她将资产都过户给你。你吃这么多也不怕崩了你的牙？你吃这么多也不怕崩了你的牙？1亿1000万和1亿5000万，我分不清楚吗？你当我算不开账啊？咱俩又不是一个爹，我凭什么让你沾光？我俩一声吵得比一声高，然后妹妹就顺势掀了桌子，把禽兽做的饭菜撒了一地。我一瞧她动了手上去撕抓，禽兽赶忙拦住我，拉扯间。禽兽被误伤了，后来禽兽住院缝针了，换婆婆来伺候我。200平的房子，她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我的衣服她主动手洗了，而且现在我不在家吃饭，她也不敢碰我冰箱里的食材了。只是她每天都给我洗脑。如烟啊，和阿寿好好过日子，妈以后都好好伺候你们。以前的事咱就不提了。我看着她眼睛里闪着的金光，就知道她憋不出好屁。不提啊，那我以前只有1套房，不给你2儿子娶媳妇，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怎么现在我手里有3套了，依旧不肯拿出来1套给你2儿子结婚，你就不骂了呢？
婆婆恨恨地咬牙，却还是赔上笑脸。你别跟妈一般见识，妈糊涂。我当然知道她一家子打的什么算盘，肯定又想吃我们姐妹绝户。秦建明明都有了结婚对象，但一听我妈手里有那么多产业，又开始了对我妹妹的疯狂追求。妹妹现在天天给我吐槽说，这一家子的嘴脸真是让人作呕。好在我们早就预判了她的预判，这一家想表现，那免费保姆我们为什么不用？要婆婆打扫我妈名下的几个旧楼，让公公去收拾花园、车库、地下室。在他们的努力下，老旧废房全都变得干净整洁，还都租了出去。只是公公却累弯了腰，婆婆则躺在床上3天缓不过来。而禽兽、秦建两兄弟，在他爸妈顾不到的时候，竟反目成仇了。因为这次妹妹不但没有直接拒绝秦建的追求，还巧妙地勾住了禽兽。毕竟妹妹她条件好又年轻，还是名下有10几间厂房的土豪独生女，能被她看上，禽兽做梦都得流哈喇子。所以禽兽现在对我冷淡了下来，开始打着秦建的旗号频频约见妹妹亚飞，而我也打着他的旗号将秦建约了出来，还将位指定在高级餐厅的角落，这里恰好能看到禽兽跟我妹妹。只见妹妹甜笑着问他：姐夫，你这次约我是想说我姐姐的坏话，还是想替你弟弟说好话呀？禽兽子一副斯文败类的模样，我弟弟也没那么好，你看看我怎么样？秦建的脸瞬间绿了，我损他：你不是到处炫耀，你已经拿下我妹妹了吗？你瞧瞧他们2个是怎么回事？你这么年轻的小伙子，魅力居然比不上结婚乱搞家吃软饭的你哥，你完蛋了！秦建一脸羞恼：你别胡说八道了，亚飞是因为要报复你才和我个脚合在一起的。我挑挑眉：是吗？一个备胎水平不咋的，心态还挺好的。秦建站起来就要走，妹妹甜腻腻的声音又传过来：姐夫，你是秦建的亲哥哥，你这样挖他墙角真的好吗？禽兽撇撇嘴：什么亲哥哥不亲哥哥？从小到大，我爸妈就不断叫我让着他，管他，连娶个老婆都要有钱的，为的也是以后能贴补他。我大学毕业工作2年，自己都没钱买房，爸妈就把他买房娶老婆的责任强加给我，逼着我娶了如烟。菲菲，你知道我那2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每天给你姐姐洗脚按摩，忍受你姐姐的傲慢霸道，为的就是能让我弟弟用他的房子结婚。结果呢？你看他在意过我吗？直到那天你冲进来痛斥你姐姐贪得无厌，我才知道我们才是一样的可怜人。禽兽不要脸的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秦建走的时候嘴唇都气哆嗦了，自从心里有了隔阂，两兄弟就越来越不对付了，不但3天吵了5架，甚至还动起了手。而维系他们关系的公婆早就被我发配到了我妈在的半山别墅上，因为我妈从瑞士回来后买了个破烂别墅，扬言谁收拾得好就考虑留下他们管理别墅，每个月2万的工资，这种其实就和直接将别墅给对方养老没啥区别了。公公婆婆于是兴高采烈地举手报名了。那别墅建于1967年，比我二舅岁数都大。秦家2口子一心盼着早收拾好别墅，早到手，事事亲力亲为，压根没时间下山。而山上没信号，他们自然不知道禽兽和秦建已经斗得水深火热了。恨到极致后，禽兽把给我预备的嗝屁套餐提前安排给了他弟弟，但他弟弟命大，只摔断了1条腿。而这时我找到他的未婚妻，告诉他秦建是和我妹妹出游才出的事。他未婚妻这才知道秦建一边哄着他，一边妄图攀高枝，直接反手举报到校方。秦建组织4、6级考试作弊，我跟他说秦家兄弟心眼小，报复心太强，叫他最好匿名，别被他们记恨上了。没想到小丫头在这世上却精明得很。我实名举报，落款写的他哥的名字，我直接反手就是一个大大的赞。而秦建被学校开除后，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原来是亲哥举报的他，于是他便在他爸妈回来之前也弄了一套材料，举报他哥挪用公款。然后我动用了点关系，让集团直接将禽兽辞退了。等老2口从山上下来后，发现不仅别墅没修好，俩儿子还失业退学了，公公直接被气得犯了心梗，婆婆也倒在地上叫苦连天。他们手里的积蓄本来就不多，一部分退给了我，一部分搭在了那破烂别墅里。等他们找我妈要别墅时，我妈却笑眯眯地说，当时我说考虑，但现在我考虑好了，你们没什么管理经验，我决定不聘用你们。这下老2口彻底傻了眼，他们想要回自己在别墅里搭的钱，可他们1没发票，2没凭证，到玉皇大帝那里也不能赢。后来禽兽还想要去纠缠妹妹，毕竟妹妹随手给男模都好几万，可她现在就是条丧家之犬，连我继父家的门都进不去。而这时候永红小区动迁了，禽兽和公婆终于想起了作为备胎的我，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婚，而我还有1套房产，可兑换成3套平层和至少1000万的补偿金，所以禽兽那一家又回来舔我了。如烟，前一阵子我工作忙没空陪你，现在我想明白了，凡事一定以你为重。我乐呵呵地往他伤口上撒盐。你不是没工作了吗？上哪忙？他脸色尴尬却避重就轻。如烟政策下来了，你看房子。婆婆也插嘴，
如烟，你公公和小叔子都在医院住着，你不能不管啊！你快把补偿金拿出来，那是他们的救命钱啊！我挠着脑袋，我哪有钱？谁跟你说我有房的？禽兽气急。你不是有一套你爸爸留给你的房产吗？是啊，你前一阵说我处处不如亚飞，性子别扭要强不会讨人欢心，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所以把房子过户给我妈了呀。你凭什么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转让给别人？你征得我的同意了吗？我笑眯眯的一字一句的告诉他，禽兽你还不知道吧？房本上写的是我爸的名字，我爸就算移了名，与我妈老死不相往来，但也从来没有不管我，他一直怕我遇上渣男，所以财产压根就没有过户给我。婆婆彻底疯了，抓着我的肩膀死命的摇。那钱呢？钱呢？婆婆彻底疯了，抓着我的肩膀死命的摇。那钱呢？钱呢？你的工资加分红一年有几十万，你拿出来，拿出来呀！我所有的工资所得都在公司入股了，往后你儿子不买菜，我们就只能饿着了。但禽兽不吃我这套。柳如烟，你别以为你这样就可以不分钱给我，现在就去借贷，夫妻债务你就算离婚了，也一样要偿还。来不及了，我摇摇手里那张纸，我已经申请了诉讼离婚，手里还有你出轨和蓄意危害他人性命的证据，在这之后，你的所有借款都属于恶意借贷，您老就等着传票吧。他目眦欲裂，奈何我身后站着继父公司的4个保镖，他不敢拿我怎么样。后来我和禽兽离婚离得异常顺利，都没有等到2审，禽兽就因为蓄意危害他人性命证据确凿被逮起来了。禽兽的共犯小三因为怀孕暂时逃过一劫，可惜他命也不是太好，除了骗禽兽还骗了别人。这些喜当爹的货色全都无比盼望着孩子出生，可孩子落地那天却是个黑人。所有被他骗过的男人都跑到医院将他闹得不得安生，而婆婆倒是松了口气，因为大儿子进了监狱，一个人照顾公公跟二儿子已经很吃力了，再来一个老秦家的孙子，那不如直接要他嗝屁。等我拿着一沓子房本去监狱探监时，我那性格高傲的爹非要跟着一起，因为他听说了我这边的刀光剑影，想看看什么样的耗子敢挖柳家的洞。但他看到禽兽后无语至极。这孙子跟我哪像了？我年轻那会儿是十里八村数一数二的美男子，好不？你看他长得跟黄鼠狼似的，你居然还能喜欢他好几年？你妈说的对，你这眼睛是该去看看了。我被吐槽的直缩脖子，而禽兽刚要张嘴，我爹就斜眼骂了过去。你眼更瞎！你看他花钱的样子，就该知道他没缺过钱。你就算不认识百达翡丽，也该记得他去永兴社区所有的商场都是签单的呀。禽兽满脸疑惑，我爹补上最后一刀。永兴商厦是我开的，永兴菜市场也是我开的，为了上班近，才在跟前的永红小区买房嘛。禽兽瞬间被气到晕厥，我和老爹同时受到了惊吓。其实这事也怪我，因为我从没跟他说过爸爸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我妈不仅是个颜控，还热衷于找土大款。禽兽一直以为我爸就是个热衷于算命的小白脸，一辈子就只赚了郊区一套房呢。后来我跟爸爸准备用三亚冲浪、长白山温泉、曼哈顿游轮、土耳其热气球、冰岛极光啥的治一下受伤的心灵，毕竟这么多钱总得花了吧。